感受到这股气息的波动，便是能够感觉到对方的元气底蕴并不弱，似乎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初阶。看来暗天族之中的强者实力都是极强的存在，随便一出手就是最强主宰巅峰，足以看出暗天族中的底蕴是何等的超卓。此人若是在混元天中的话，恐怕都得极为的重视。2道可怕的元气攻势爆发出惊人的响彻之声，有了第一道战斗的打响，那么其他暗天族强者也随即出手，便是对着其他天渊域的探子开始发动了进攻。在这片古龙的森林之中，在不同的区域，一道接着一道的元气碰撞之声响了起来，数道身影倒飞而出，而倒飞出来的竟然都是天渊域之人。你们天渊域的实力也不过如此，什么最强顶尖势力，在我们暗天族面前简直就是渣。暗天族的强者声音落下之际，再度催动可怕的元气，然后凝聚成一道尖锐之物，对着天渊域的这些倒地重伤的强者施展杀招。不过就在暗天族得逞的时候，一道带着无比强大的灵魂力量之声响彻这片古老森林中。你们就是暗天族之人？没想到身手已经伸到天渊域的队伍中了。紧接着出现了3支队伍，在队伍的最前方有着每一支队伍的领头人，左右2支队伍乃是血海域和紫霄域，中间的队伍乃是由一位黑袍青年带领的苍玄天。随着这3支队伍的出现，下方的暗天族众强者目光一凝，他们乃是非常熟悉这几支队伍。混元天排名第4的血海域和排名第3的紫霄域。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苍玄天的队伍竟然也在这里。苍玄天的底蕴乃是最弱的，竟然也与血海域、紫霄域等顶尖势力联合起来。最让暗天族众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黑袍青年则是拿出后背之上的黑色锯齿，锯齿指向下方的暗天族强者，沉声道：暗天族，今日你们敢伤天渊域之人，那么不好意思，我萧炎第一个不放过你们。因为萧炎此前来到天元界之后，血海域与天渊域对于自己的帮助与照顾是最多的，刚好经过此处，竟然发现天渊域的人被暗天族攻击，这自然是萧炎看不下去的画面。而此时暗天族的强者心中想着，这突然出现的3支队伍底蕴也不是很弱，而他们眼前的萧炎、紫翼晴、王熙，这3人可都不是什么简单人物。然而对于这3位领头人，实力最弱的萧炎似乎给他们感觉更加的忌惮，让得他们都不敢轻视。萧炎对着暗天族的强者扫荡了一下之后，强大的主境灵魂力量直接催动而起，无形的能量直接洞穿虚空，毫无保留地冲击在了这些暗天族强者的灵魂深处。一道道痛苦的叫声接二连三的出现，旋即他们的身躯都是后退了几步，一口鲜血喷出。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萧炎的身躯还在原地，竟然在这个瞬间悄无声息地对着他们的灵魂发动了强大的冲击，令他们的灵魂此时都是处于疼痛的阶段。而不远处的暗天族大部队见状也是警惕起来，萧炎的大名他们也都是听说过，所以就算强如暗天族也得小心一些。更何况现在的暗天族还不是全部的人马，他们此前兵分2路，暗令队长则是带领着另一支人马，而他们的这支队伍最强的也不过是最强主宰巅峰中阶而已。所以在萧炎面前，这些实力的强者皆是入不了他的眼中。在我还没有决定杀你们之前，还是快点滚吧，不然就别怪我下杀手了。萧炎的声音传入暗天族的每一个人耳朵之中，暗天族的众人也没有与萧炎对抗，因为此人的实力只有他们的领头人才能对抗，他们这些人的实力在萧炎面前简直就是蝼蚁一般。所以暗天族的大部队直接选择了暂时撤退，等他们会合另一支暗天族队伍，到时候再收拾这些家伙也不迟。毕竟现在他们的实力底蕴比起他们要差一些。我们撤退。旋即这些暗天族的大部队直接往后开始撤离，要不是刚刚萧炎等人的经过，恐怕天渊域的这些探子早已经被对方击杀。见到暗天族的这支队伍开始撤离之后，萧炎的目光则是看向天渊域的营地之处，因为刚刚他已经透过主境灵魂的力量探测到在其深处有着诸多的强者气息，所以萧炎敢断定应该就是混元天的最强顶尖势力天渊域无疑了。萧炎对着天渊域的这些探子示意了一下，他们也是认识萧炎的，毕竟之前萧炎的名声非常的响亮，而且与自己天渊域又是比较好关系。而后这些天渊域的探子直接为萧炎等人带路来到了他们的营地。萧炎众人与天渊域队伍汇聚的时间已经又过了1个月的时间。此时此刻，古元天之中有着诸多的队伍营地，都是汇聚在最深处的区域，这里也是这次诸天气运之争的最后一战。古元天的深处，一道巨大山岳般的古老石碑开始崩塌，不过却并没有任何碎石灰尘，因为整个石碑都是在渐渐的化为虚无。短短数息间，巨大如山岳般的石碑便是消失于天地之间，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而刚刚赶来的萧炎一众队伍望着那石碑消失的地方，这是他们最后一战的地点。如今诸天气运之争，诸多顶尖队伍已是渐渐的抵达古元天的最深处，也是最核心的地域。而现在的诸多顶尖队伍在天元界中皆是一等一的强大存在，接下来所对面的对手也都是如此。萧炎的实力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后期，距离巅峰还有一段距离，而且他们在古元天已经历练了数月之久，让他们也有了实力上的提升，但是还没有找到神灵之物，也就是在他们未来的成神之路上必不可缺的神骨。而这最后一战乃是他们这一次古元天之行的最后地点。萧炎如今的力量已经不惧任何一方顶尖势力，就算是暗天族也不会惧怕。他们在这一路上一直没有遇见那位以一人之力击败一整个隐士的强大势力之人王无天，此人的实力才是萧炎目前最为忌惮的存在，因为王无天的实力恐怕已经超越了最强主宰巅峰，迈入准神境的领域。要不是他们经过几个月的历练，吸收了众多的祖气之脉，恐怕对抗一名最强主宰巅峰的对手都是非常的棘手。
所以就算以如今的力量，即便是萧炎都没有太大的信心去面对那位王无天，也不知此人现在在于何处。而且各大诸天之中的大尊级别，此次进入古元天之后，也是消失了一样，一路上都是没有遇见。但是在萧炎的心里，这一定与那位王无天有关。不过就当萧炎心中这般想着的时候，突然察觉到这天地间似是有着一种极为强大的异动出现，于是抬起头，面色变得一丝凝重起来，望着虚空中。与此同时，这里的众多强者面色也是微变的抬头望去，只见的整个古元天的天地，仿佛在这一刻都开始剧烈的摇动起来，大地不断的崩裂开去，山岳塌陷，大海退去，犹如是改天换地。也就是在这种巨大的变化之中，萧炎等人感觉到天地间的祖气在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开始疯狂的暴涨起来，隐隐的感觉到似乎天地间有着9道，应该是10道雄浑的让人站立的祖气波动在酝酿而出。感受到这种波动后，萧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这应该是古元天10道祖气主脉现世的迹象。这里有着这一次古元天之中的所有队伍，每一处营地的一张掌桌之前，则是站立着他们队伍中最强的领头人。而感受到祖气主脉的现世，此时的气氛倒是显得十分凝重起来。此次的古元天之变关乎重大，经过我们的初步探测，那座巨大的石壁散发着极为恐怖的威压，在那种威压之下，最强主宰之下的人都是无法靠近其中一步。此时天渊域的队伍之中，其中有一人并没有多说什么客套话，而是直奔主题，率先将自身所知晓的一些情报抛出，要最强主宰。此话一出，诸多队伍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一个个面露一丝惊色。看来到了祖气主脉，就必须拥有达到最强主宰的实力才行。接下来的事情都是最强主宰之间的战斗了，那些小主宰和大主宰则是只能在这里等待他们队伍中的最强主宰到最后能够获得祖气主脉了。天渊域的领头人李颖缓缓地说道：如此来说的话，那此次的祖气主脉之争，恐怕将会局限在各大势力中的顶尖层次。而紫霄域的领头人紫衣晴冷冽道：但大部队也不能失去警惕，对方有可能会发动大规模的突袭来牵制我们这些顶尖战力，也说不定。也确实如此，大家务必都要小心一些，提高警惕。李颖也非常认可紫衣晴的话，经过数十天的跋涉，他们也终于来到了古元天的核心区域。如今血海域、紫霄域、天渊域皆是混元天中的顶尖势力，所以他们也是联手一起抵御外敌，获得更多的祖气之脉，让自己天域中的元气变得更加的精纯。而萧炎带队的苍玄天虽然是其他的天域，但是也已经和混元天商量好了，到时候如果有发现祖气主脉，也会分给苍玄天一道祖气主脉。萧炎虽然身为苍玄天的暂时领头人，而真正有关系到苍玄天的事务之时，萧炎就把此事让给此前苍玄天的领头人去决定。能够获得一道祖气主脉，苍玄天自然没有拒绝，这已经是得了非常多的好处了。毕竟要不是萧炎的加入，他们苍玄天底蕴在各大诸天中最弱一天，如今也不会走到这里。萧炎刚刚也在此处利用主境的灵魂力量探测了一遍，然后说道：我刚刚利用灵魂力量发现那祖气石壁之下，似乎是有些如石台般的连坐，其中有着极为玄妙之光，凝聚着非同凡响的祖气波动。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那应该就是祖气石壁的机缘所在。闻言，天渊域、紫霄域和血海域以及苍玄天的众人皆是竖起了耳朵，他们也没有想到萧炎的灵魂境界如此的高深，他们从小就放弃了灵魂修炼，选择了元气为主修，所以整个天元界之中，拥有高境界灵魂的修炼者几乎为数不多。而萧炎不仅灵魂修为境界达到主境，自身的元气修为又是达到了最强主宰，这简直就是数万年都难得一遇的双修修炼者啊！李颖此时目光看向萧炎，手指一顿，问道：那些连坐有多少？因为每一个连坐都代表着一份机缘，若是能够多夺得一个连坐，对自己的实力修为也会有着极大的提升。按照刚刚的探测来看，应该在10几个左右，但不能完全的确定。萧炎回答道：10几个。听到这个数量，在座的顶尖势力队长皆是对视一眼，这可真是僧多粥少。要知道这里已经有着数十支顶尖势力，而其中的队长加起来就有不下10位了，更何况这些队伍之中还有一些即便不是队长级别，但却是拥有着惊人实力之人，这些人都是最强主宰。10几个连坐，如果最后我们打败了暗天族，我希望我们混元天每一个势力都能分一个。李颖缓缓地说道。此言一出，其余的天域的队伍队长顿时就不乐意了。那万寿天的灵凤族的领头人冷笑一声道：凭什么？李颖淡笑一声，盯着灵凤族的领头人缓缓地说道：你们应该也已经和暗天族的那一位队长交过手了吧？如何？灵凤族的领头人双目微眯道：你说的是暗天族的暗令，他的实力的确非常强大，真要斗起来，我和他之间恐怕的胜负都是3-7开。既然你们知道暗天族的厉害，所以对抗暗天族的只有我与他5-5开，所以我希望我将暗令击败之后，我们混元天能够多获得一些连坐，应该不难吧？李颖说道。如今在场的这些顶尖势力之中，真的能够对抗暗天族的队伍，唯有天渊域。而且大暗天族的队长暗令似乎还隐藏着什么强大手段，还没有施展出来。如果一旦施展出来，就连我都不敢100%的保证自己能够战胜他，不然他们此前也不会对我们天渊域下手了。李颖再次开口说道，将暗天族的可怕之处讲给了在座的各位队伍队长。灵凤族的队长翻了翻白眼，继续说道：再怎么厉害的手段，暗天族的队长也只是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而已，你也是巅峰大圆满，难道你还没有把握？我感觉到暗天族似乎与古元天之中的一些强大东西联合起来，
所以我忌惮的是暗天族背后的那强大的东西。如果单单只是暗天族的话，我们天渊域自然不会对其惧意。就在凤灵族的声音落下之际，李颖漫不经心的声音响起：暗天族的暗令竟然勾结其他神秘强者，还真是有些棘手。听了李颖的话，万寿天的凤灵族队长也是没有了刚刚的不服气，因为能够对抗暗天族队伍的，还真的只有天渊域了。那好吧，接下来的祖气主脉之争，一切都听李颖队长。希望我们各大诸天配合起来，一同击败外敌。凤灵族队长也是被李颖说服，毕竟后者的实力最强。这一次，除了暗天族的暗令，还有一位实力不下于暗令的人。这时候，苍玄天的领头人萧炎队长说话了，众人闻声转头去看着萧炎。在诸多目光投向自己的时候，萧炎便是解释道：“你们是否有没有发现，进入古元天之后，就没有见到那个叫王无天的人，以及各大诸天的大尊？”王无天是那一个数千年前击败一整个隐世顶尖势力的王无天？就是他，确实都没有见到他。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吗？萧炎兄，恕我们愚钝，还请告知。这时候，其他势力的队长对其事情有些不解，便是问道。见到各方势力队长都是不知情，萧炎也没有打算隐瞒，便是直接说了出来。这位王无天的实力已经超越了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已经踏足准神境的领域，而各大天域的大尊实力也是准神境。所以我在想，他们是否进入古元天的另一个空间之中呢？古元天还有另一个空间？众人惊异出声，这个我也不知，不然一进来古元天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些大尊以及王无天。或许各大诸天的大尊正在与这位王无天激战，也说不定。这王无天的实力不仅强大，当时也还在此人的身上感应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隐晦力量。那股隐晦力量，就算是各大天域的大尊都不是其对手。萧炎将自己心中所想的问题全部说了出来，因为当时自己利用主境灵魂去探测王无天的时候，后者竟然仅仅以一个眼神就将萧炎的主境灵魂防御屏障击破，令得萧炎的灵魂都是一颤，足以说明王无天也是一位双修的修炼者。众人一听，更是露出无法置信的神色。难道说这王无天一人占各大诸天的大尊，并且还成功的牵制住了大尊级别的强者？萧炎沉默了片刻之后，出声道：“应该是如此，或者说现在的大尊也极为的危险。毕竟王无天这人非常的诡异，在他身上总有一股可怕的隐晦力量。所以我希望我们各大天域的势力皆是联合起来，先抵御这些强大的对手。如果后面获得祖气主脉，到时候公平的分配。”众多队伍大队长也是点点头，同意萧炎所说。毕竟萧炎的实力不比李颖弱，甚至真正的战斗起来，萧炎的实力更加的厉害，爆发力更强。此时有其他顶尖势力的强者出声道：“这位萧炎兄所说不假，在之前我也听闻过王无天的天赋和实力，以及他还拥有无比诡异的强大力量，恐怕就算是对面数位大尊级别的强者，都能够将其拖住。”闻言，萧炎更是确定在王无天的身上那股隐晦力量极其的可怕，当时仅仅是与他的一个照面，就让自身陷入非常的被动状态。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这里的祖气石壁之争，因为他们诸天对面隐世的五大强族之首的暗天族，这暗天族的底蕴不仅有着表面那般强大，在其背后必定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强者在支持着。暗令的实力同样极强，若是单打独斗的话，各大诸天中没有多少人能够压制住他，但是在很多强者眼里，唯有天渊域的李颖对长方才能够对其抗衡。的确，暗令的修为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古元天之中，除了大尊级别之外，也就2人而已。所以，对于他们顶尖势力的队长而言，算是极为的难缠了。此时，也有着其他顶尖势力的强者出声点评道。而天渊域的众人闻言，李颖却是笑了笑，说道：“暗天族的暗令，其实倒是威胁不算多大，他有底牌，那么我自然也有，不然我们也不会成为混元天的最强顶尖势力了。此前，我与暗天族的暗令队长有过交手。”当时我与他的实力在伯仲之间，短时间内无法分出胜负，唯有拼尽全力与底牌，才会让我们分出谁才是胜利的一方。众人听闻，其面色之上皆是一变，然后面面相觑，都能够看见对方眼中的震惊。如此说来，想要让他们2人之间分出胜负，就必须底牌尽出，元气耗尽的时候，才能够知晓谁才是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中的胜利者。看来这会是一场极为激烈的战斗。不过对于李颖而言，自己与暗令的那一场战斗不会有一丝惧意，并且李颖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明白谁才是真正的最强一方，而只有最强的才有资格分配最多的祖气机缘。各大顶尖势力的众人目光在混元天这边的9域队长面庞上一个个扫荡过去，其中有者窃窃私语之声响起。李颖队长作为混元天9域之首，自然是当之无愧的第1名。虽然武神域的武费队长还有紫霄域的紫疫情队长实力虽然强横无比，但恐怕还达不到能够达到李颖队长那般强大的存在。至于血海域和万祖域，怕是更加没有什么能力了。但是这一次，除了李颖对长地各大势力最强之外，还有几只黑马，那就是萧炎、灵动、沐尘。这3位虽然实力维修只是达到了最强主宰后期，不过真正战斗起来的话，就算是李颖队长都对其有一些忌惮。毕竟这3位乃是来自下等级世界的最强天赋之人。而后各大诸天的强者，其目光便是转向了不远处的位置，而其他的顶尖势力队长，其中包括李颖、武费、紫疫情等人，都是以一种复杂的目光瞭望过去，看向萧炎的身影之上。虽然灵动与沐尘还没有出现，但是萧炎率领者苍玄天一众人皆是来到了这里，足以说明一支队伍实力弱一点其实没什么影响，只要其中有一位人实力足够强大，就能够带领一支队伍
进入古元天的最深处区域。此时还有者乾坤天、其他强大势力以及万寿天的其他势力队伍之人，都是顺着望了过去，都是看向了那一位身穿黑袍的瘦削男子。而面对着如此诸多的目光投来，萧炎也是有一些无奈起来，然后冲着众人微微一笑。同时，萧炎也成为了各大势力联合的总指挥人，但是他本人对此倒是并没有太过的在意。若不是身处这个位置，有利于将古元天之中的各大天域力量稍稍凝结一些的话，他真是对此没有一点兴趣感。因为搞不好的话，这总指挥的位置就会变成罪魁祸首的背锅侠。原因很简单，位置越高，那么责任也就越大了。但萧炎也没办法了，在面对着那神秘强横的王无天以及古元天之中，以及潜入了那些强大的邪灵之物，就必须凝结各大势力队伍，才能够提高一些战斗力。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有着对抗强大敌人的资格。那王无天的实力，就算是将入大尊级别的人物，都没有把握击败前者，更别说是这些还没有达到准神境实力之人。此时，在萧炎的指挥之下，萧炎让更多的强大势力也加入其中。原本只有紫霄域、血海域和苍玄天3支队伍，现在又有着其他顶尖势力队伍也加入了。几大顶尖势力的人马都需要一个支柱来寄托希望与信心。虽然他们队伍的队长原本也是可以的，可随着萧炎的实力展现之后，他们各队伍中的队长也没有了多大的说服力。而这时候，萧炎则是成为了他们各大队伍中的总指挥。如果这个时候萧炎不站出来成为总指挥，对几大顶尖势力队伍人马的士气将会有着不小的影响。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这出世的10道祖气主脉的争夺。相比之下，而之前的那些所谓的祖气之脉，包括高级祖气之脉，在祖气主脉面前都不值一提。10道主脉所拥有的能量，甚至能够对一个庞大无比的天域达到一定的影响。这种能量，各大天域中的修炼者有着巨大的帮助与提升，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如果不是因为这股元天的特殊规则，以一些地至尊、天至尊等这般的实力，几乎都没有丝毫资格参与这种诸天气运之争层次的争斗。不过，这对地至尊和天至尊而言，同样也是蕴含着巨大的祖气机缘。10道祖气主脉之中所蕴含的力量，即便他们最终能够截取的只是一丝一缕，但也足以让得他们完成一种难以想象的蜕变之路。如此机缘，还真是千载难遇的机会。所以，萧炎成为了这所谓的总指挥之后，萧炎第一时间便是下令，让联合起来的顶尖势力队伍之人赶往那10道祖气主脉波动所传来的方向，大军全速动身，中途再没有任何的停留。甚至就算是遇见了一些因为10道祖气主脉现身而被引动出现的祖气之脉，包括高级祖气之脉，他们都是果断的将其放弃。因为此刻他们所有人都明白，如今其他天域包括所有顶尖的大部队，必然也是在对着那个方向全速而去。早点抵达的话，总归是能够对局势做一些预判的准备。无数道的元气云朵自天空中呼啸而过，无比的浩荡。而萧炎便是盘踞于最前方的一道元气云朵之上，他眼目微闭，似是在感应着体内的诸多变化。此次在古元天中的历练，让其获得了诸多的祖气之脉，不仅让自身的修为突破到了最强主宰后期，可不要小看这个小境界，因为不知道有多少精彩绝艳的无数天骄，需要花费数几十年的时间，方才能够突破最强主宰中的一个小境界。即便是连混元天中紫翼秦和王熙等人，若是没有一道更大机缘的话，或许也难以有所进步，只能在古元天这等机会中寻找出机会，冲击更强的境界。虽然最强主宰中期与后期只是一字之差，确实有着不小的差距，这甚至会影响到在主宰之路中的修炼进展。紫翼秦、王熙3人的天赋都是属于混元天中的强大存在，他们的天赋极强，不过是仅次于李颖的存在。正是这个坎如此的艰难，所以才显示出萧炎这才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从最强主宰中期突破到最强主宰后期的难能可贵。并且萧炎实力虽然是最强主宰后期，但是所爆发出来的战斗力可远远不止于此。这也是为何当萧炎的战斗力展露的时候，几大顶尖势力队伍的人马会让萧炎担任他们联合后的总指挥。萧炎这般强大的战斗力足以服众，距离那最强主宰巅峰已然不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只要自己踏入最强主宰巅峰之后，再找到神灵之物，在体内种下神骨，炼化神火，便可成神。一旦成神之后，那么萧炎也真正的迈入了大咒最高的境界，神指境，超脱主宰，纳入神列，已经是萧炎目前最大的目标。要知道，神指境不是那么好突破的，唯有拥有神骨，才能够让神之力量纳入体内之中，才能掌控比主宰之力更强的神之力量。不然的话，就算你有着足够的神之力量，也无法突破神奇境，毕竟这乃是神之领域，可不是小小的主宰之躯能够容纳诸神之力量的。有多少已经到了主宰之路的尽头后，都难以有着突破神指境的契机。虽然如今的天元界已经进入神纪元世界，其中有着诸多的神灵之物诞生，但是却非常的难寻这些神灵之物，就算找到了，也不会轻易的让其获得，毕竟他们拥有着神性。所以想要获得神灵之物，还需要靠自己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契机，让神灵之物成为自己体内的一道神骨。此时依旧有着诸多队伍人马皆是开始对着10道祖气主脉进行夺取。到了最强主宰之后，想要突破修为也是非常的艰难无比。若是想要真的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层次，恐怕也必须需要那祖气主脉之中的能量。而祖气主脉总共有着10道，其中称最强的那一道主脉为第一脉，以此类推，那么最弱的祖脉必然是第10脉。萧炎想要达到最强主宰巅峰的层次稍低的祖气圈主脉可不行，必须是那条最为雄浑的第一脉。感受着内心深处涌动的炽热，萧炎也是睁开了眼目，他望着遥远的天际之处，眼神凌厉而坚定。这诸天气运之争本就是极为的残酷战斗，所以
不论是为了苍玄天，还是为了他自己，这最后的10脉之争，他都必须试图去争夺那第1脉，即便他的对手将会是那最为深不莫测的王无天，萧炎也不会有一丝惧意。大部队的全速赶路，持续了足足数十日时间。在这数十日的时间里，灵动带领着5行天队伍，以及牧尘率领着万兽天的玄龙族队伍，也来到了古元天的这最后一战。他们也同样是为了争夺10道祖气主脉，不过他们听闻萧炎要抢夺第1脉，也就没有打着第1脉的算盘，那么就把目标放在了第2脉和第3脉。如今，萧炎、灵动、牧尘所带领的队伍也逐渐要相遇了，到时候再联合灵动与牧尘的这些联手队伍，将会让他们的战斗力再度提升许多。在寻找祖气主脉的这段时间中，萧炎利用主境灵魂力量，也是终于感觉到天地间愈发澎湃浩瀚的祖气波动，这说明他们开始踏足了那10道祖气主脉现世的最中央区域。不过，当他们刚刚踏入这片中心区域的时候，萧炎突然手微微一抬，只见得那后方浩浩荡荡的强大元气云朵顿时停止了下来，